你不死，秀婉大小姐心不甘呀！要怪就怪你自己。你是地府过来收我的吗？你本判官，何人能收你？我是判官。你是判官的第10轮回，本应在死后重回判官司，但你惨遭暗算，含冤而死。我若不管你，你死后将沦为阴煞，再无轮回。现在，我将判官之力重新注入你的身体。你还需3日彻底觉醒判官之力，待觉醒后拿回判官的3件法器，便可重新恢复判官之身，执掌3界。这是判官的气息。父亲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天降赤血，代表着判官大人3日后现世。时隔30年，老夫终于能再次续命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生死不有反应了。太好了，是判官大人，不用救了。这是判官大人的气息。30年了，我终于等到了判官大人的现世。来人，准备现实宴，3日后恭迎判官大人现世。是。严青一，督军来接你了。你还要让人等到什么时候，严青一？严大督军亲手把我送进大牢，又何必假惺惺装作等我？严青一，你摔碎了大将军女儿最喜欢的9凤琉璃盏，如果不是我保你，你早被毙了。你非但不感谢我，反而还如此记恨，你安的什么心？这琉璃盏真是我摔碎的吗？究竟是为了保我，还是保严家千金严秀婉？你跟秀婉一样，都是我们严家的千金大小姐。督军是不是忘了，严家的千金大小姐只有严秀婉一人？我不过是路边跟野狗抢饭吃的野孩子罢了，严青一，你够了！严家供你吃穿用度，给你如此优渥的条件，你就是这么回报我们的，是吗？父亲母亲给你准备了接风宴，回去之后
最好给我乖巧一点，不要动用你那些小心思对付秀婉，闹得父亲母亲不高兴了。那是你和严秀婉的父亲母亲，和我没有关系。大哥累坏了吧？快歇着吧。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？严青衣，今天你想回也得回，不想回也得回。别动我，我自己会走。好，好。大将军刚刚打电话说，3日后判官大人要现世了，邀请我们去参加献尸宴，而且判官大人的3件法器也同时会出现在献尸宴上。好事儿啊！判官大人是那个传说中可斩生死、判人轮回的判官大人吗？没错，我跟你说，判官大人30年献世一次，要是能得到判官大人的青睐，我们严家定会一飞冲天。父亲，你放心，哥哥那么优秀，定能得到判官大人青睐。哎呀，你看看，咱们秀婉多懂事啊，是吧？不像那个严青衣，真是一点教养都没有，还坐了3年的牢，真是丢尽了咱们严家的脸呐！在后面诋毁别人，这就是严家的涵养吗？你个死丫头，胡说些什么？进去关了3年，就把严家给你的教养全丢了。老爷，别生气。你就穿这种衣服来给我们秀婉庆生啊？我看你呀，就是故意让我们严家难堪。张姨，带大小姐上楼，换套喜庆一点的衣服。我为什么要换衣服？哎呀，姐姐，家里人都是为了你好，你就不要再闹性子了。在牢里过得还不错吧？都是我找的，这都没有弄死你，真是算你命大。哎，你怎么打人呢你？姐姐，你是还在怪我吗？当然，我恨不得杀了你。严青衣，你做什么？算了，哥哥，姐姐是还在生我的气。如果当年是我顶替了姐姐的罪，她就不会这么生气了。如果没有秀婉，你觉得你能回这个家？是她好声好气的在父亲母亲面前为你求情，你才能回来的。青衣，你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了？我早就说了，他就是居心不良，一直存着害我们秀婉的心呢。姐姐，这可是大将军女儿最爱的9凤琉璃盏，你怎么能故意给打碎了？不是我打碎的。严青衣，哥，不是我。不是你是谁啊？难道是秀婉吗？哥哥，一会儿大将军要是责罚下来，我们都要吃不了兜着走。明明就不是我打碎的。来人，把严青衣给我关起来！哥，不是我哥。既然我居心不良，想方设法的来害你，那你叫我回来做什么？青衣一直以来是逆来顺受，今天怎么回事？哥哥，姐姐应该是还有委屈吧？刚刚她还说要杀了我呢，说我没有教养。当初9凤琉璃盏被摔碎的时候，你们查过吗？
明明是严秀婉打碎的琉璃盏，你却推到我身上，到底是谁害谁啊？我警告过你，收起你那些小心思，不要再针对秀婉了。她一直在为你说话，你却一副这种态度。松手！这是怎么回事？青衣，你的手！督军大人想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不该问问你的好妹妹吗？哥哥，你是督军啊！就算姐姐进了牢里，也没有人敢动她，除非是姐姐自己想断手，来博取哥哥还有父母的同情。秀婉说的没错。你是严家的大小姐，整个严城谁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动你啊？对，谁都知道你是建章的妹妹，你少在这给我装可怜。你不死，秀婉大小姐心不甘呀！要怪就怪你自己。我装可怜，我的手就是你们的乖乖女儿找人打断的。够了，严青衣。撒谎也要有个限度。他们说的不错，我是督军，盐城那些人都是我抓进去的，谁敢动你啊？3年了，你还在用你这些小把戏针对秀婉，就算手断了，也是自找的。我自找的？那你接我回来的时候，怎么没考虑到这一切？你给我起来！你刚刚污蔑完秀婉，还堂而皇之的坐在这儿，真是个有娘生没娘教的野种！给我的接风宴，我不做，谁有资格做？哎呀，姐姐在牢里也没吃过什么好东西，算了，母亲、父亲、哥哥，我没事。我妈死得早，但如果没有我妈，哪有你们的今天？你说呢，父亲？逆女，你！我妈刚死，你就带着这个小三和他的女儿回家，你有什么脸跟我说这些？你说谁小三呢？你这3年你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样？你还是我认识的严青衣吗？3年，你知道这3年我是怎么过的吗？你认识的严青衣早就死了，这不是你挑的吗？督军大人，你胡说什么？你想气死我不成？能气死你，我当然开心。你简直是大逆不道啊你！哎呀，没事没事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他可是你父亲。给父亲和秀婉道歉。今天本来是秀婉的生日宴，要不是他替你求情，你根本就不配上桌。那就都别吃了。那就都别吃了。这干什么呀？这是严青衣，父亲母亲，姐姐也太过分了，简直没把你们放在眼里。你看呀，还找死！你看看啊，你们都看看，坐了几年牢，现在就是个野蛮的乡野村妇。万一这要是传出去，人家不得说咱们严家不会教孩子吗？难道当年的事情真的不是青衣的问题？哥哥，姐姐好凶啊！她是不是在怪秀婉当年没有替她顶罪？她不开心了？不可能，秀婉这么乖巧，绝对不可能说假话。秀婉是她没有德行，你放心，哥哥一定让她跟你赔礼道歉。哥哥，我没事的，就是这一桌菜都浪费了。没事，哥哥带你出去吃。
颜青衣，你如何能斗得过我？张仪是这个家唯一对我好的人，如果没有他，我恐怕早就死在了燕家。大小姐，张仪，我的房间是你打扫的。大小姐，3年前那件事，我知道不是你做的。大小姐，要不你还是离开这个家。张仪，你放心吧，用不了多久，他们就会求我留在督军府。判官之力已经开始修复我身上的伤势，我的手也有了一点感觉，明天应该就可以重生了。姐姐，你看我这身衣服合不合身啊？这是我母亲的衣服。是吗？我穿这件衣服的时候，父亲和哥哥都说特别好看呢。把衣服脱了。姐姐，你母亲都过世这么久了，一件衣服而已，这么重要吗？我叫你把衣服脱了，把衣服脱了。你不是颜静怡，你到底是谁？修婉，颜青衣，昨天的事情你还没有跟修婉道歉，今天你又这么欺负她，你还有没有把我这个哥哥放在眼里？这件衣服，督军认识吗？这是青衣过世母亲的衣服。哥哥，我不知道，我就是看这件衣服好看我才穿的，不知道姐姐为什么要生这么大的气，我脱就是了。颜青衣，就算是你母亲的衣服，你也不至于发这么大的脾气。秀婉又不清楚。算了，哥哥，都是我的错，不该惹姐姐生气的。你看看秀婉，再看看你，什么时候能像她这么懂事？最后一次，再有一次，给她收尸。你算了，哥哥，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心情。哦，对了，哥哥，明天献尸宴的时候，我记得家里有个很贵重的手镯，我们把它拿去送给判官大人。那个镯子是青衣母亲的遗物。哎呀，哥哥，我们先把它拿去送给判官大人，事后再给姐姐补一个不就好了？这可是事关我们颜家的地位。行吧，按你说的去做吧。颜青衣，你越是在乎的东西，我就越要毁掉。颜青衣，你在干什么啊？这是哥哥给判官大人准备的礼物。青衣，哭了就不好看，不哭。妈，我不要你走。青衣，妈妈不能看到你嫁人了，妈妈也没有什么能留给你的。这是我们家祖传的玉镯，就让它陪着你，找一个真心相爱的人。
结婚生子。妈，妈，妈！这镯子是我妈的遗物，你要把它送人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我的底线，你这种人根本就不配活在世上。妈，哥，快来救我！秀婉，哥，你救我！姐姐要杀我！女儿，你没事吧？怎么了？妈，姐姐拿着我们给判官大人准备的礼物，她还要杀我！严青一，你想造反吗？这可是要送给判官大人的礼物。严青一，你一次又一次的欺负秀婉，你还有没有把我们当回事儿？你也觉得是我在欺负她？打得好！就该好好教育教育这个小畜生，真是要翻天了！我就不该把你给接回来。眼下就是判官大人的现世宴了，我们全家人忙前忙后，现在你还因为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在这里闹脾气？如果不是你非要让我回来，我也不至于看到这么恶心的一家人。这镯子是我妈的遗物，谁敢碰它，谁就是我的仇人。遗物是吧？我赏你遗物！严青一，严家生你养你，供你吃穿用度，你的手镯能送给判官大人，那是你的荣幸。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跟我闹？逆女，你可知错？我一直都说他根本没有把自己当严家人，早就应该把他赶出去。哼，姐姐，你还是快点给哥哥道歉吧，毕竟啊，他还是很疼你的。妈，对不起，我真没有把你留给我的最后一样东西，我都给弄丢了。都这个时候了，秀婉还在帮你说话，你再看看你什么德行！现在给我跪下，好好给秀婉道歉，祈求她的原谅。祈求他的原谅。冷静冷静！青一，你冷静点，冷静点，你可不能开枪啊！你这一开枪，这彻底全完了。对呀，青一。严青一，你把枪给我！青一，你……大哥累了吧？妹妹，你看这个小猫咪，你喜欢吗？喜欢。妹妹，这是我给你带的糕点，快尝尝。真好吃，谢谢哥哥。我叫严秀婉。我叫严青一，姐姐。
今以后，我和你们严家再无关系。因果清断，我与严家再无瓜葛，是时候离开这里了。好看吗？哥哥，你觉得我这身好不好看？好看，今日一定会艳压群芳的。我的女儿穿什么都好看。那是，咱们秀婉呀，今天必定能引起判官的注意。但是我这样会不会抢了判官大人的风头？判官大人举世无双，又怎么会在乎这个？走，煮饭，别耽误时间。哟，姐姐，你不会也要去献世宴吧？昨天你打碎了给判官大人的礼物，现在还敢妄想去参加献世宴？站住！今日献世宴是整个盐城权贵最为看重的日子。你本就是罪人之身，没资格参加。来人！督军，看好大小姐，不准她出门。是。严建章，这将是你们做过最错误的决定。我以为的血脉之情，不过是一场笑话。我给过你们机会，是你们自己不懂得珍惜。既然你们将泥鳅当真奴，那就不要怪我不讲情面。严青衣已死，现在我是地府判官。那是什么？哇，你看那个，你看那儿，哥哥，这里看起来也太气派了吧？那是。今日献世宴，军政上各界大佬会如期而至，只为见到判官大人的真容。建章，你来了。大小姐，大将军怎么还没来？我父亲和李天和还有吴海泉在请判官大人的法器，要晚一点。姐姐，判官大人竟然将法器都给了你们3家呀？不是给了我们3家，我们3家只是奉命看管判官大人的法器而已。也正是因为这3件法器，我们才能知晓判官将在今日献世。哥哥，我们严家要是也能像这样就好了。我们对判官大人一片赤诚，想必他能看到。未来盐城一定有我们严家的一席之地。秀婉不愧是你们严家的大小姐，相对于刚刚出来的那位，机敏了不少。谢谢姐姐夸奖。大小姐，这判官大人怎么还没到？应该快了。判官大人到了，我以督军妹妹的身份跟他好好沟通，到那个时候，我的地位肯定要比唐莹莹还要高。判官大人到！
就是严青衣吗？这不是严家坐过大牢的那个女儿吗？她怎么来了？真是晦气！难道他不知道今天是判官大人的谢师宴吗？来这里那不是给我们添堵吗？哥哥，你都已经找人看着姐姐了，她还是不听话，自己偷偷跑出来了。这个臭丫头肯定是前几天偷听我们谈话，知道今天是判官大人的谢师宴，所以跟着过来了。严青衣，谁让你来这里？今天如此重要的日子，你非要给严家丢脸吗？让开！严青衣怎么如此冷淡？严青衣，你敢无视我？严青衣，你竟然敢骗我！你的手明明是好的，你却用假手来蒙骗我，你到底是何居心？哥哥，姐姐的手明明是好的，她为什么要说是我找人把她手打断呢？我对姐姐一片真心，她怎么这么对我？建章，我看那严青衣就是处处看我们秀婉不顺眼，所以才想方设法逼迫你针对秀婉。严青衣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解释。我乃判官，给你解释，你也配？我乃判官，给你解释，你也配？他说什么？他是判官？严家这女儿是疯了吗？怎么会觉得自己是判官啊？姐姐，今日是献师宴，你竟敢在这里冒充判官大人！你们严家的这个女儿可真有意思，当年打碎了我最爱的九凤琉璃盏，今天又敢在这里冒充判官大人，难道是想带着所有人都给你陪葬吗？严青衣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你在这里装判官大人，判官大人责怪下来，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我不需要任何其他的东西来伪装，就像当年那琉璃盏不是我打碎的，为何要承认是自己打碎的？够了，严青衣！当年所有人都看见是你打碎了琉璃盏，到现在还有脸说不是自己打碎的。你说我污蔑你也就算了，你说大小姐也污蔑你，一个两个人说是你打碎的，我可以理解为污蔑，可当初在场的宾客看得真切，难道是所有人都污蔑了你不成？还有你今天穿的这身衣服，别以为穿了一身红就是判官大人。哥哥，你快劝姐姐把这衣服脱下来吧，不然等判官大人看到了，他以为是我们要这样做，就全完了。对，把衣服给我脱掉，要不就被认为是我们严家教他这样做的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来人，把他的衣服给我扒了，我看他还怎么伪装判官大人。你还真是有眼不识真龙。你还真是有眼不识真龙。他还真以为自己是判官大人，还真聋，我看就是一条虫。就是在牢里待久了，脑子都坏了。你就是冒充的，才不是什么判官大人。我想你也不想让哥哥难做。逆女，还不快一点！你是想害死我们全家吗？是啊，严家的女儿，一个如此乖巧听话，一个如此没有教养。你是自己脱，还是我帮你脱？你可知道，这身判官服在这个世界各大豪门、军政商三界都需要顶礼膜拜。严建章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判官服，你可真敢说！别人不敢脱，我敢。来人，把衣服给我扒了！原本我想念个旧情放你一马，既然你们不识好歹，就休怪我无情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敢口出狂言？我看你真是不知悔改！等我把你这身衣服扒了，我会再把你送入大牢，看你还有什么话说。既然这身判官服证明不了我的身份，那这3样东西如何？
判官大人已到县试验，咱们快去现场。姐姐，我看你是坐牢被打傻了吧？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我怎么什么都没看见？他说的那3样东西，应该就是判官大人的3件法器。不过那3件法器，我父亲和李家以及吴家的家主正在请来的路上，不在这儿。你要装得像样一些才对。要不是唐大小姐在这里，我们说不定都被她骗了。就是装的还挺像的，好在判官笔就在将军府里供着，要不然说不定我们都被他给骗了。这个严青衣以前就品行不端，没想到现在更是如此。老爷见章，如果继续让他在这兴风作浪，那岂不是在咱们严家脸上抹黑呀？逆女，还不赶紧过来跟唐大小姐道歉！你现在说的话，天王老子来了都保不了你。念在我们兄妹一场，你现在低头道歉，我还能保你。如果你还执迷不悟，那我只好如何？再把我关进大牢，你也就只有这点能耐。那我就让你们好好看看我的身份到底是什么。这3件法器怎么自动进来了？该不会他真是判官大人吧？现在你们知道我是什么身份了吗？不可能，严青衣不可能是判官大人。他如果真的是判官的话，那咱们严家岂不是要完了？天爷，真没想到你还真是判官大人啊！你看这么大的事情，你怎么不早跟我们说一声呢？是啊，青衣。青衣，他竟然是判官大人，难怪他之前是那副态度。你认识的严青衣早就死了，这不是你挑的吗？那就都别吃了。这3件法器来到此地，说明判官大人马上就要现世了。这跟你的身份有什么关系？唐姐姐说的对，之前啊，我这位姐姐可是想杀死我呢。如果她是判官大人，我为何现在还活着？没错，我们差点啊，又被他给骗了。逆女，连判官大人这种身份都敢冒充，你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做了？青衣，你现在迷途知返，乖乖认错，就还是我的好妹妹。我这个当哥哥的还能拉你一把，否则等真正的判官大人到了，你后悔都来不及。拉我一把，和之前一样，再把我关进牢里。你可真是个好哥哥呀！你，哎呀，算了，你已经给过他机会，是他自己不珍惜。之前你们叫我的名字，我不挑你们理。但现在，你们应该叫我什么？现在，你们应该叫我什么？他在做什么啊？他疯了吧？若是让判官大人知道，那在场的所有人是不是都要完蛋？严青衣，你怎么这么大胆？连判官的法器你都敢动？逆女，你想气死我吗？哥哥，姐姐怎么能这样啊？如果让判官大人知道跟我们严家有关系，那我们严家可就全完蛋了。严青衣，你把法器赶紧给我放下，否则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都救不了你。你叫我什么？不可能，他怎么拿得起来判官笔？判官笔上有判官大人的气息，任何人拿了都会被弹开啊！我知道了，那3件真正的法器尚且还在我们3家，那这3件定然是假货。你居然胆敢用这种障眼法来蒙骗我们！
堂姐姐说的没错，真正的法器此时应该在大将军府邸，李家、吴家三家，应该由他们把3件法器请来，这不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可以拿得动判官笔了？燕青怡，我是真想不到你胆子这么大，竟然用这种方法蒙骗在座的各位。你们还真是愚不可及。你们说这判官笔是假的？哥哥，姐姐之前就是用障眼法来蒙骗我们，说她断手，可她明明双手健在，眼下她还是用这种方法来蒙骗我们。对，你看她那胳膊明明是好好的，之前说她断手，就是在使用障眼法。逆女，趁大将军他们3位大人还没到，你现在认错，还能来得及？青衣，你现在给我过来认错，我这个督军还能保你一命。你再这么执迷不悟，连我也保不了你。我说了，你不相信，现在你们亲眼看见了，还是不相信。唉，真是无可救药。姐姐，哥哥都已经说要放过你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执意如此？妹妹不想看你眼睁睁送死啊！既然如此，我就让你们死个明白。看我怎么揭穿你的谎言！既然这判官笔是假的，那我也能拿得起来。秀安，他能拿？秀安，这怎么可能？这判官笔是真的。难道青衣真的是判官大人？不对，如果你真的是判官大人，那你为何要一而再再而三的为难秀安？真正的判官大人又怎么会像你这样骄纵跋扈？哥哥，秀儿也不知道做错了什么，让姐姐一直这么对我。燕青衣，等大将军、李家主、吴家主他们赶到，你的身份马上就会被戳穿。你现在给我过来道歉，否则谁也保不了你。没用，就算是真正的判官笔，他私自触碰判官大人的法器，若让判官大人知晓了，定然会降下责罚。现在谁敢保他，谁就是得罪判官大人。大小姐，青衣毕竟是我妹妹，这……难不成督军大人是想让整个严家为他陪葬？看来你们所有人都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判官笔会认主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大将军和李家主、吴家主一起来了。等下有他好看的。我父亲来了，今日我就让你看看你怎么死。父亲，你们可算来了。你们要是再不来，这好好的献尸宴就要被一个人搅得天翻地覆了。今天是判官大人的献尸宴，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居然敢在这儿搅局？大小姐，你不会在开玩笑吧？这全世界都知道判官大人的身份尊贵啊，谁要是能得到他的青睐，那整个家族都会跟着飞黄腾达。这怎么会有人故意作死呢？是，谁今日敢毁了判官大人的献尸宴，那我忠义堂也灭了谁。大将军，都怪我们不好，如果我们再争气点，能管着姐姐，让她不要那么放肆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。你姐姐当年被打入大牢的那个女人？大将军，真的不怪我们严家呀！我和父母还有哥哥一直在阻拦，是姐姐不听劝阻，一定要去触碰判官大人的法器。秀婉，快起来吧。大将军，
这件事跟我们严家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，都怪他自己自作主张，才这么做的呀。是啊，大将军，这件事真的跟我们严家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，还请您明察。等等，你说他触碰了判官大人的法器？大将军，都是我处理不当，才让他如此放肆。事后，我定见向您请罪。莹莹，可有此事？父亲，触碰了判官大人法器那人，确是严家罪人，就是3年前被关入大牢的那个。你说什么？当年他打碎了我最爱的9凤琉璃盏，所以督军大人将他打入了大牢。他就在那儿。啊！父亲，你……父亲，你为什么打我？气死我了！回头再跟你算账。判官大人！判官大人！这怎么可能？他真的是判官大人？这绝对没错，大将军他们3人都对他顶礼膜拜，他的身份又怎么可能出错啊？是严家这些人出了问题。起来吧。父亲，他怎么可能是判官大人？3年前就是他被关进了大牢。他如果真的是判官大人，为何会任由我们如此处置他？堂姐姐说的没错，如果严青衣真的是判官大人，他为什么什么都不说？我看严青衣就是假冒判官大人。你给我闭嘴！除了判官大人，谁有资格动这3件法器？大侄女儿，你父亲说的没错，这全天下没有资格触碰这3件法器的，那只有真正的判官大人。没错，其他人若触碰这3件法器，会产生抵触。大侄女，你应该知晓这一点才对。不对，这3件法器明明是在我们3家，怎么会提前出现在现场呢？大将军，您3位刚刚不是去请这3件法器了吗？可这真正的法器，怎么没跟你们一起过来？建章啊，建章，你这个督军真是白干！大将军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这3件法器本来就是判官大人的标识，现在判官大人现世，法器回到他的主人身边，难道连这点道理你都不明白吗？难道你真的是判官大人？难道你真的是判官大人？哥哥，你不要被姐姐给蒙骗了。世人都说判官大人能长生死，判轮回。他这么恨我，如果他是判官大人，一定第一个来审判我的生死。但是你看，我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，还不能说明一切吗？够了，你们真是愚笨！法器已经认主了，他的身份还能有错？父亲，吴叔、李叔，秀婉小姐说的也不错。他如果真的是判官大人，那他为何不在刚刚自证身份，还用你们来如此吹捧他？大将军，判官大人30年前才现世了1次，你们是见过判官大人的真容。严青衣他岁数也对不上啊。哎呀，建章啊，你可是督军呐，你怎么会如此糊涂呢？这判官大人乃是转世，那每一世的真容可都不一样啊！这帮畜生，真是瞎了你们的狗眼！判官大人乃是神体，跟人间的容貌有什么关系？哎呀，这些法器岂是我们这些凡人能够觊觎窥探的？我们本来是应该请他们过来，可结果他们自动飞走，来到了判官大人身边。我不跟你计较，则是因为你对于我而言不过蝼蚁。既然你求死，那我便满足你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判官笔
比除了判轮回，还能审罪。你若是善人，定当无事；但你若作恶多端，3日后定将会厄运缠身，痛不欲生。秀婉，叶青衣，秀婉可是你的妹妹，你对她干了什么？她一心求死，我还能拦着？再怎么说我们也是叶家人。叶青衣，你这么对秀婉，你良心过得去吗？督军是不是忘了，你和严秀婉，你们才是一家人。你们什么时候把我当过一家人？严青衣，你对我女儿做了什么？她若是有事，我就算是做鬼也绝对不可能放过你。青衣，之前都是我们错了，都是爹爹不好，爹爹错了，你放过你妹妹好不好？就当爹求你了。父亲母亲，不要求他，我什么事情都没有，他就在这里装腔作势，根本就不是什么判官。诸位，我从小和他一起长大，他自小就想跟我争宠，可父亲母亲还有哥哥对我宠爱有加，他就是嫉妒，所以才想把我置于死地。秀婉说的没错，严青衣，我们严家这些年好吃好喝供着你，你看多没有良心啊！现在竟然报复我们严家。严青衣，你现在回头，我尚且还能保你一命。如果你再这么执迷不悟，就像你这样的人，待在这样的位置，对普通人只会造成不可估灭的影响。你说什么？世人皆知判官可掌生死，判轮回，却不知判官还能审罪、审因果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现在因果已断，你们所拥有的一切都会失去，失去你们引以为傲的地位、权势。严青衣，严家待你不薄，你居然这么对我们！严秀婉在严家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，而你却把我生生丢进了大牢。那还不是因为你打碎了唐小姐最喜欢的9凤琉璃盏？不然，我又怎么会把你打入大牢？严青衣，你讲不讲道理啊？是你亲眼看见我打碎了，还是唐大小姐看见我打碎了？是严秀婉所说，她如此乖巧懂事，而你却如此蛮横无理，她的话自然是可信的。你个逆女！当初在场的嘉宾，所有人都看到了，就是你打碎了9凤琉璃盏。这件事你还能往我们秀婉身上推吗？你秀婉怎么会做这种事？她又怎么会撒谎？仅凭严秀婉的一番话，就让你们相信这瓶子是我打碎的，真是可笑。既然如此，我就让你们死个明白。严青衣，严家对你不薄，可是你却3番5次把严家的脸踩在地上，你这样的人怎么还自称为判官大人？这生死簿我拿到手了，你算什么判官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不是说非判官别人拿不起来这些法器吗？他怎么能拿得起来？难道说他才是判官？那判官笔又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可能啊？他竟然拿得起这生死簿，我尝试了无数次都无法拿起啊！大将军，按照你们所说，拿起法器的就是判官，那这该如何解释？判官的法器的确只有判官能拿得起，但是他根本不是判官。别忘了，判官的画像还在我家挂着。我看你们就是不愿意承认我就是判官。现在这判官法器我也可以拿。严青衣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笑什么？你可知你为何拿得起这生死簿？严青衣，我看你是身份要被拆穿，还在这里故弄玄虚。无知者无罪，凡人拿起生死簿，需承受生命所不能之重。你本就时日已到，
加上这生死簿，死期将至。他的头发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天谴，绝对是天谴！他对判官大人不敬，所以才会如此。秀婉，哥哥，我好怕呀！没事吧？这颜青衣，你为什么三番五次的针对秀婉？她到底哪里得罪你了？人间事已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你去哪儿？你要去哪儿？你给我站住！这，哎。妹妹，3件法器已尽数回归，如今你已成为判官神，本尊现在接你回府，执掌3界，你愿意吗？这才是我真正的哥哥，地府的掌权者严俊，我愿意。人呢？突然就不见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哼，你看看，各位，颜青衣根本就不是判官。我看秀婉小姐说的没错，如果连颜青衣这种罪人都可以是判官的话，那这天下岂不是人人都可以是判官？莹莹，你糊涂啊！颜青衣不是判官，谁还能是判官？大侄女，这种事情怎么能乱开玩笑？是对判官大人不敬，是要招惹祸端的。我就是判官大人，生什么祸端？他是判官，可他刚刚明明怕得要死。秀婉，这可不能瞎胡闹。哥哥，你好好看看清楚，这生死簿和3生石都在这里，而我刚刚也拿起了生死簿，我现在也没有什么事，不就能解释一切了？这怎么了？这判官大人，太好了！我们秀婉是判官。是啊，老爷，咱们颜家呀就要起事了。行了，都起来吧。秀婉，他真的是判官大人吗？大将军，看来你还不认为我是判官大人。他们都跪了，为何你们3人不跪？那我想请问秀婉小姐，判官笔在何处？一定是颜青衣那个贱人带走我的判官笔。哥哥，你一定要全程把他给我找出来。生死簿和3生石不见了。生死簿和3生石被我收起来了，奇怪什么啊？哥哥，你现在叫人全程给我搜索颜青衣，他竟然敢冒充我的身份，我一定要好好的责罚他。看来秀婉真的是判官大人，颜青衣竟敢当着他的面冒充身份，胆子也太大了吧！来人，建昌，我劝你不要一错再错，再错下去，你们颜家会有灭顶之灾。大将军，秀婉已经是判官大人，我们颜家又怎么可能会有灭顶之灾？您年龄大了，还是回去歇着吧。去，把严城翻个底儿朝天，也要把颜青衣给我找出来。是。既然如此，老夫3位就告辞了。告辞。哼，等着吧，我定要你们3家受到责罚。秀婉小姐，我们对颜家可是忠心耿耿啊！对呀，秀婉小姐，我们对颜家一片忠心啊！各位，你们放心，我的女儿秀婉那可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，
绝对不会轻易责罚你们的。是啊。颜青衣，等找到你的那一刻，就是你生死的时候。大将军，那颜秀婉真的是判官大人吗？哼，他身上哪有判官大人的气息？只有颜青衣才是真正的判官，对判官大人不敬者，必将会受到惩罚。那生死簿和三生石确实消失了呀。判官大人离开了，生死簿和三生石当然也随着走了。不久之后，这些人一定会受到审罚。退下吧，妹妹。父亲和母亲等了你10时，一会儿进去了，好好问个安。走吧。父皇、母后，妹妹回来了。父亲、母亲，女儿啊，你在人间受苦了。母亲，女儿不苦，倒是让父亲和母亲久等了。好，昭告天下，我女儿已经彻底归来，3日后大摆宴席，全地府庆祝。遵命。督军、老爷、夫人、秀婉小姐。张姨，你之前叫我秀婉小姐，我不挑你的理，但是今日之后，你必须称我为判官大人，听见了吗？是，判官大人。秀婉，张姨在家里20多年，没必要吧？今日不同往日了，哥哥，我现在可是判官大人，而他不过就是个下人罢了。秀婉怎么好像变了个人似的？我问你，颜青衣是不是回来了？判官大人，大小姐出去还没有回来，不许叫她大小姐，叫她贱人，听到了没？秀婉小姐，大小姐也是颜家的一份子啊！本判官说什么就是什么，知道了吗？督军、老爷夫人，大小姐这些年在督军府的日子不好过，你们为什么一直为难她呀？督军、老爷夫人，大小姐这些年在督军府的日子不好过，你们为什么一直为难她呀？秀婉，张姨在家里侍奉了20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没必要为了青衣的事儿这么针对她。哎呦，建章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。今天你也知道，在现场他颜青衣差点冒充顶替了我们秀婉的身份，你可是当哥哥的，那怎么还能胳膊肘往外拐呢？夫人讲的没错，现在秀婉那可是判官大人，秀婉可以带我们颜家一飞冲天，张姨也就是个下人，打了就打了。父亲、母亲，青衣虽然犯了错，但是她跟秀婉一样，都是我的妹妹，怎么能这么说话？张姨，青衣和秀婉一样，都是我的妹妹，督军府给他们的待遇都是一样的，怎么可能像你说的过得不好呢？就是因为对青衣太过溺爱，才导致他嚣张跋扈，一错再错。要不是这样，他怎么可能得罪大将军呢？就是，不是这样的。让他说。大小姐她在督军府的吃穿用度非常节约，甚至给督军、老爷夫人的礼物都是她自己在外面做工所赚的。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当年他母亲病逝，不知道给他留了多少遗产，而且我晋升督军之后，颜家的条件也早就今非昔比了，他怎么可能会日子过得这么不好？你是不是在骗我？哎呀，大哥，你别听他在这胡说八道。颜青衣自小跟着他，言语间自然是向着颜青衣的。对呀，建章，他就是个下人，别听他在这胡说八道。再给我胡说八道，本判官撕烂你的嘴巴！
就算今天秀婉小姐杀了我，我也要实话实说。说，我才是你的妹妹啊，哥哥！如果她说的都是假的，你怕什么？秀婉小姐天天山珍海味的时候，大小姐每次都会去城南带回来窝窝头和咸菜，和我一起吃饭。张仪，别在这胡说八道！老爷，我真的没有胡说，大小姐的日子过得很拮据。督军府的账房每个月都会给严青衣2000银元的月钱，这个待遇和秀婉是一样的。就算她不在家吃饭，也不至于像你说的每天只能吃窝窝头咸菜吧？大小姐的母亲去世的第2年，账房先生就按照夫人所说的，把小姐每个月的月钱给停了。真有此事？来，青衣，这是我早上特地叫人去抓的幽冥鱼，这鱼特别难抓，快尝尝看。好吃，谢谢哥哥。女儿啊，这是天上的9星明月所打造的项链。今天啊，娘亲终于有机会亲手交给你了。娘亲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你是我们整个地府最尊贵的公主啊！你要是不拿，没有人有机会要了。对，女儿，这是你娘的一点心意，你就收下吧。来，拿着。谢谢母亲。哦，对了，娟儿，之前让你做的事都做了吧？啊，父亲，我已经让裁缝在弄了。3日之后，一定让妹妹穿上那紫金9凤袍。好，3日之后，我要让全地府好好看看他们的公主。没想到在人间，我没感受到的疼爱，才来地府就感受到了。他们是真正将我当成亲人。我那是为严青衣好，你们也知道啊，他品行低劣，做了那么多错事坏事，我要是再给他钱的话，那岂不是影响更恶劣？我真是怕害了他。也就是说，这么多年，他没有从账房拿过1次月钱。账房的先生呢？叫他给我过来！我问你，从我们搬到督军府开始，严青衣有没有领过月钱？回督军，没有。很多年前，夫人就让我们将月钱停了。哥哥，就算姐姐没有给月钱，但是姐姐的妈妈还给她留了一大笔遗产，那笔遗产也是很多的呀。秀婉说的也不无道理，就算青衣没有领过月钱，她也不至于像你说的那般吧？那些遗产，在小姐还很小的时候，老爷就下令不准动用半分啊。那时候她还小，怎么可能动用那笔巨额财富？舰长，我这可都是为了她好啊！是啊，也就是说，这些年青衣在督军府的日子过得连一个下人都不如。督军是不是忘了，严家的千金大小姐只有严秀婉一人，我不过是路边跟野狗抢饭吃的野孩子罢了。难怪青衣说自己不是严家的千金大小姐。爸，您可是他亲爹啊，您怎么忍心看着自己的亲生女儿遭受这种待遇呢？督军，老爷和夫人只是想着将那些遗产占为己有，根本不在乎大小姐的生死。我妈死得早，但如果没有我妈，哪有你们的今天？你说呢，父亲？张姨，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什么叫我和夫人都一直在想吞那笔遗产？老爷，大小姐才是你的亲生女儿啊，她们只不过是你从外边带回来的母女。督军，以前你也是很宠爱大小姐的，为什么后面
却如此对待大小姐呢？那是因为颜青衣不乖。大小姐她怎么不乖了？全都军府最乖的人就是大小姐了，无论什么事情，她都先想到的是你们。你说颜青衣是乖乖女，那她为什么要把大将军女儿最爱的9凤琉璃盏给打碎了呢？是啊，明明是她颜青衣摔碎的9凤琉璃盏，还妄图嫁祸给我们秀婉，还想让秀婉替她坐牢，这是一个乖乖女能做出来的事吗？根本不是这样的，根本不是这样的。母亲，我略施小计，陷害她打碎了唐大小姐最爱的9凤琉璃盏，哥哥又将她打入了大牢，真是蠢。不愧是我女儿，就是聪明。那么接下来这3年，这颜家可就是咱们母女俩的了。没错，母亲，我已经找人在牢里对付她了。哼，我一定要她死在大牢中，即使不死，也要让她脱层皮。哼，那些人已经告诉我，她的手已经断了。再胡说八道，本判官就杀了你！少在这里污蔑，那么多人看着，9凤琉璃盏明明就是被颜青衣摔碎的，跟我女儿有什么关系？不能因为你们俩感情好，就把这种脏水泼在我女儿秀婉身上吧？这件事千真万确，是我亲耳听到的。督军，以你的身份，稍微调查一下就可以查出事情真相。可你们从来不曾为大小姐查任何事情，甚至直接认为就是她所做的。再胡说八道，本判官就毙了你！希望把枪给我放下！大哥，他和颜青衣是一伙的，像这种满口谎言的人，我们颜家用不到这种下人。杀了我，我去找夫人，定将你们这些罪状告上去。这也。张仪死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判官大人，明后最喜欢的花瓶，你怎么能打碎了呢？我不是故意的。这可是第5阎罗送来的珍品，你竟然敢打碎！燕君，他打碎了明后最喜欢的花瓶。妹妹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但是没事就好，一个花瓶而已，碎了就碎了。一个花瓶而已，碎了又能如何？你有何等资格，敢指责我的妹妹？别说是一个花瓶，就是满屋子的花瓶都碎了，又能如何？你真是好大的胆子！大人，我滚去6道，生生世世当奴作婢！燕君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原来被人护着是这种感觉。青衣，在地府里，没有人敢欺负你，也没有人能欺负你。谢谢哥哥。我要去人间一趟。怎么？我的至亲之人被人杀了。要我跟你一起去吗？我自己可以解决。那好，你把他带回来，到时候在地府给他安排一个职位吧。
张仪为我们家做了20多年的事情，你就这么把他杀了？我可是判官大人，我想杀谁就杀谁，他不过就是一个下人，杀了就杀了。对呀，建章，他就是个下人，你何必为了他去跟秀婉置气？以后严家可是要靠我的身份一飞冲天呢。哥哥，你不会现在连这点都分不清吧？严秀婉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今日的我可是判官大人，怎么能跟以前的我相提并论呢？放心，你一直都是我哥哥，我不会对你怎么样的，就不要再用那种吃人的眼神看着我了。是啊，咱们呀可是一家人，这以后啊这种话可别再说了。死了就死了，建章，我们严家的未来以后就落到秀婉身上了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做的，亏我还这么相信你，认为一切都是青衣做的。哼，是又怎么样？让我找到严青衣，我一定会让他死。对，现在秀婉那可是判官大人，他想怎么做就能怎么做。如果判官大人就是这么随意草菅人命，那你不配做判官大人。建章，你要干什么？快放下手枪！父亲，难道你也认为秀婉做的是对的吗？张毅也就是个下人，用得着这样上纲上线吗？日后我们还要仰仗秀婉呢。青衣，都是哥哥的错，哥哥错的离谱。等我惩罚了他，我就以死赎罪。文启。青衣，你个逆女，你还知道回来，还不赶紧给秀婉端茶倒水？现在能伺候秀婉，那是你的荣幸。我们秀婉现在可是判官大人。严青衣，你回来的正好，赶紧过来，给我揉揉肩。青衣，之前的事儿都是哥哥不对。让开！严青衣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怎么跟哥哥说话的？去死吧！这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这是怎么回事？魂归。大小姐，张仪，我现在是判官之身，我带你去地府，你待在我身边，你愿意吗？大小姐，我愿意，我愿意一直跟在你身边，侍奉你。他在跟谁说话呢？不知道啊。神经病，我看疯了吧？装神弄鬼。那我们走吧。哎，站住！严青衣，你为什么冒充我的身份？冒充你的身份？我才是判官大人。逆女，还不赶紧给秀婉道歉，求她放你一马！装判官，还装上瘾了？你什么意思？你的面自会有人来收，我不动你，则是因为动你会脏了我的手。张仪，我们走吧。青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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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不肯原谅哥哥了吗？严建章，他
他怎么可能会原谅你？他最恨的就是你。不，无论用什么办法，我都会让金怡原谅我。她是我的妹妹。哼，现在想起来她是你妹妹了，早干嘛去了？你敢打我？我可是判官大人！眼见着你是个毒菌，不想要了吗？你算哪门子判官？真正的判官明明就是青衣。简章，你别再胡说八道了，秀婉才是判官。简章，就算你护着青衣，也不能这样和妹妹说话呀。我没有颜秀婉这种心思狠毒的妹妹，我的妹妹只有青衣。秀婉，秀婉，青衣，青衣。哥哥，你看，好漂亮的金鱼啊！青衣，等以后哥哥当上了大将军，一定给你养一池子金鱼。好呀，好呀，青衣等着哥哥。青衣，青衣，青衣，你果然在这儿。之前都是哥哥的错，原谅哥哥吧，好吗？哥哥，原本我们可以很快乐，是颜秀婉一家毁了我们的生活。是，我让秀婉给你道歉。都是他的错，你回来吧，好吗？完了，哥哥，你回来！青衣，你回来！青衣，青衣，你不要哥哥了吗？大将军，大将军，青衣他……大将军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莹莹，你扶我起来。好，慢点。舰长，你是来找判官大人的吗？是。青衣她生我的气，我来找她，希望能得到她的原谅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舰长，我早就劝过你，颜青衣就是判官大人，可你非是不信。父亲，大将军，我错了。你看看吧，这是青衣的画像。这不是青衣的画像，这是判官大人的画像。当初，这就是判官大人留给我们的画像。如果我能早点看到画像，也不至于闹到这一步。没用的，只有判官大人真正现世之后，我们才能看清楚他的容貌。如果不是你们非要如此，我父亲又怎会病重至此？算了，当初是判官大人给我续命，我才能活到今天。如今我失去了判官大人的庇护，我们就再也没有活下去的机会了。不，
会的，大将军，你身体明明这么硬朗，怎么会？我们没有维护好判官大人的声誉，才会有如此下场。简章，你现在想要找到判官大人，估计难呐。不会的，我一定会找到青衣的。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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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爹。难道不尊重判官的人都会死吗？青衣，是你吗？青衣！青衣！青衣！什么青衣啊？我还以为青衣原谅我了。简章，你是不是糊涂了？快跟我回去！秀婉快不行了，我和他妈都没办法了。那是他活该，要不是他，青衣怎么可能受那么多苦？简章，青衣是你妹妹没错，可秀婉也是你妹妹呀。她对你的真心实意是没办法改变的，就算爹求你了，行吗？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放开我！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警长，你快救救秀婉吧！快救救你妹妹吧！这怎么救啊？谁知道他这是怎么了？我想起来了，我记得那个吴海泉的忠义堂不是有很多能人异士吗？简章，你是督军，你去求他，他肯定愿意帮忙。吴海泉之前就警告过我们，是我们自己不听。舰长，你看看你妹妹都快死了，咱就不能不要那点面子吗？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答应。再说了，上次县试验上，我们可是将他得罪得死死的。你就试试吧。哎呀，试试吧，试试。你们带着严秀环，跟我走一趟吧。有人吗？什么人？在下严建章，前来拜见吴大亨，劳烦禀报一下。哟，什么风给严大督军吹过来了？吴大亨，之前我们在县试验上见过。我知道，你来找我有何贵干？我这妹妹好像中邪了，听说你这边能人异士多，所以想请您看看，能不能救救我妹妹。如果你能救秀婉，督军府必有重谢。是啊，你们督军府不是挺有能耐吗？自己怎么不救她？吴大亨，督军府擅长出征打仗，这方面真是束手无策。哎呀，你们别再废话了，你赶快救救我女儿啊！哟，求人办事儿还这么嚣张，你们是没算到自己女儿会有今天这事儿。吴大亨，你要怎么样才能救我女儿呢？其实，昨天县试宴上我就算出来，你们女儿命中有此一劫，对判官大人不敬，还冒充判官大人的身份，这不是作死是什么？别说是我们小小的忠义堂了，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他也要死。我不管，我儿子可是督军，现在马上就去救我女儿！命令老子，你算什么玩意儿？我儿子可是督军，你现在马上就去救我女儿！命令老子，你算什么玩意儿？你怎么打人呢？别他妈以为是督军就能命令得动老子！我告诉你们，我忠义堂不隶属于任何地方，
别他妈想着命令我！你们做的那些事儿，我是一清二楚。判官大人进大牢3年，你们做亲人的不曾探望一次。还有这个婊子，让人在大牢里打断了判官大人的手，还让人弄死判官大人。哼哼，这就是你们督军府好大的能耐啊！那是他活该，是他打翻了大将军女儿最喜欢的9凤琉璃盏呐！就是。大将军都不着急，你们一个个反倒是急得很呐！还有你这个督军，更是离谱，更是亲手将自己的妹妹送进大牢。你现在有什么脸来让我去救她？吴大亨，你有什么条件，我们可以谈。谈？你拿什么跟我谈？判官大人在献尸宴上亲手审判了他，若他是善人，根本不用我救；他是恶人，神仙也救不了。吴大亨，我求求你，我给您跪下了，好吗？爸，哟，我还以为严大家主多有骨气呢。你指责判官大人的时候，那股劲儿哪儿去了？你跪了不够，你们都他妈给老子跪下！不但要跪，还要给老子磕3个响头！是不是只要我们跪了，磕了头，你就能救我妹妹？那就要看严大督军的诚意。好。哎，兄弟们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盐城督军严建章，严大督军，一个狼心狗肺的东西。现在可以救我妹妹了吗？严大督军出门没看黄历，看什么黄历？黄历上说今日不宜出，你们会有血光之灾。大哥，这个婊子还需要杀吗？不用，看他的样子，时日无多。看，地府这就收他了。还有3个，顺手带走吧。这是哪儿？我才是判官大人，你们要干什么？这里是地府，你敢在这里冒充判官大人，找死！我们死了？这是地府，我能见到青衣了，太好了！废话少说，18层地狱，从上到下每一层1000年。什么？做完了，你们就能转世投胎了。二位大人，我的妹妹是判官大人，还请二位带我去见她吧。二位大人，我的妹妹是判官大人，还请二位带我们去见她吧。你妹妹是判官大人，你还真敢说？判官大人的哥哥是地府真正的掌权者田军，你再敢在这里胡说八道，信不信我起鞭子抽得你魂飞魄散？我们真的是判官大人严青衣的家人呐！严青衣真的是判官大人，
怎么可能？明明我才是。秀婉，你够了！判官大人，明明是青衣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他是判官大人？我到底哪里不如他？聒子！张爷，那可是判官大人的管家，在整个地府也是位高权重的。难道他们真认识判官大人？那这个女的为什么还要冒充判官大人？张管事，你们去忙吧，这边我来负责。是。督军大人，真是天道好轮回啊！没想到在这地府也见到你们了。张爷，你能带我们去见青衣吗？张爷，我想见见青衣，我毕竟是他爹呀。行，我这就带你们去见他。不过一会儿你们千万不要乱喊，大小姐在府中有自己的亲人。什么？你们在这等着，我这就去问小姐。谢谢张爷。张爷，这是严君大人特意叮嘱下人做的醒神茶，快趁热喝点吧。张爷，还有什么事吗？小姐，督军他们也来了地府，就在门外，您要不要去看看？死的倒是比我想象的早。既然他们喜欢在门口待着，那就待着吧。地府的夜晚，哪怕是灵魂也会受不了。哥哥明天要带我去看衣服，张姨一起吧。好的，大小姐。哥哥，这地府的晚上也太冷了吧，要冻死我了。若不是你，我们一家4口又何至于此？秀婉啊，待会儿见了青衣，你可得机灵点，别再惹她生气了啊！妈，你要是再敢惹青衣，我一定饶不了你。还当你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督军吗？哼！青衣，青衣，这些人是谁啊？不认识。不认识？那为何会出现在明地府门前？他们怎么办的事情？青衣，我是哥哥，我是建章啊，你怎么会不认识呢？青衣，我是父亲，女儿，你怎么会不认识我呢？还有我是母亲啊！姐姐，我是秀婉啊。妹妹，这几个便是你在人间的亲人吗？在人间，我没有亲人。哥哥，我们还是不要为不相干的人浪费时间了。青衣，你怎么能不认我们呢？我们是你的手足啊！手足？一个不顾一切，亲手让我吃了3年苦，却不问世事的手足。我知道。是我做错了，青衣，我来找你就是希望得到你的原谅，都是哥哥的错。姐姐，之前的事都是我不好，你不要再生气了好不好？秀婉不是故意的。是啊，青衣，你看啊，秀婉都知道自己错了，还跟你道歉了，你这个当姐姐的就别再怪她了啊！对呀，青衣，哪怕就在地府，我们一家4口还是能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的在一起生活，对不对呀？你们错了，不，你们是知道自己要死了。不是这样的，青衣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。你就给哥哥一个机会，补偿你，行吗？我没有哥哥，我的哥哥只有严君一人，我跟你们没有半毛钱关系。张姨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严君，
这几位是小姐人间的亲人，只是这些亲人对小姐态度极其恶劣，甚至为了这个女人，他们剥夺小姐母亲留下来的遗产，各种欺负她，忽视她，连一口正常的饭都未曾给小姐吃过。张野，督军，这些可都是我亲眼看着的。青衣是本君父亲、母亲的心头宝，他在人间的事，我本来不该过问，可他经历最后一次转世的时候，却被人这般对待，他吃过的这些苦，本君定要让你们尝千次、万次。严青衣，你算什么判官？连自己的家人都不管不顾，现在你不就是要一起把我们逼入死路，你才甘愿吗？叶修完，大哥，我凭什么不能说？他是判官就了不起了吗？在人间，你叫我严青衣，我不挑你的理，但这是地府，我是判官，你见我如一粒浮游望青天，你见我如一粒浮游望青天。你对他做什么呀你？青衣，秀涵可是你妹妹呀！我可没有这么恶心的妹妹。青衣，我错了，你就给哥哥一个机会，让我留在你身边补偿你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妹妹，这些人你想怎么处理？就让他们受千刀万剐之苦。好，就按照妹妹的意思。这4个小鬼以下犯上，拖下去，受千刀万剐之苦。是。青衣，我是哥哥。不要！哥哥，我们去看衣服吧。我对紫金九凤袍已经期待很久了。好。严君大人，这位就是判官大人了吧？之前让你做的衣服做好了吗？大人放心，这可是明帝明后特地交代的事情，我们怎么敢有差池？我带你们去看看。这件就是紫金九凤袍，但是现在还没有完工，等明日我亲自送到明帝府。小姐穿上这件衣服一定很好看。谢谢哥哥，我很喜欢。明日你穿上这件衣服，你将是整个地府顶礼膜拜的对象，父亲和母亲也会亲自为你加冕，到时候你就是地府真正的主人。我很期待。哥哥，我好怕呀！要不是你针对青衣，我们怎么可能在这里受这种苦？现在谁都帮不了你。对呀，你说我们怎么会有你这种害人精的女儿啊？还不是你们指使的！你要没有这想法，谁能劝得了你啊？今日判官大人回归宴，所有鬼魂听令，即刻前往回归宴现场，为判官大人祝福啊！哥哥，你一会儿去求求青衣姐姐吧，让她放过我们，我不想再受这种刑罚了。舰长啊，你求求青衣吧。这地府的日子不是人过的。只怕青衣他不肯认我们呢。不行，我们现在就进去找青衣。如果他连亲人都不能原谅，我倒要看看他怎么当这个地府判官。哥哥，严青衣最喜欢你了，只要你开口，他肯定会谅解的。你切记不可再得罪青衣了。我保证。
小姐今天太漂亮了。只有我过得越好，他们才会越后悔。小姐，你现在才是真正的大家闺秀。不，我现在是整个地府最尊贵的公主。这就是地府为颜青衣准备的回归宴吗？居然这么气派！秀婉，你可别再胡闹了，咱们绝对不能再回去那个地狱了。凭什么他是判官，而我却过着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？可我们不是他的亲人吗？为什么他在这里享清福，我们却要受那千刀万剐之苦？够了！这么多年，严家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你了，你享受那么长时间，可青衣呢？他过着什么日子，你心里没数吗？可是，这不也是你们愿意的吗？不是吗？父亲、母亲、哥哥。如果能重来，我绝不可能再听你胡说。也不知道这3年，青衣到底怎么过来的。这就是判官大人吗？好美啊！不愧是明帝明后最疼爱的女儿，这真是3姐贵宝啊！督军，你们几个来这里做什么？张爷，我想跟青衣说几句话，行不行？督军，今天是大小姐的重要日子，我希望你们几个不要不识好歹，否则最后落得个魂飞魄散的下场，那就彻底没救了。青衣，你还在生哥哥的气，对不对？我知道错了，我之前一直在反省，你打我也好，骂我也好，你做什么都好，希望你原谅我。哥哥，判官大人的哥哥不是严君吗？他是哪里的哥哥啊？看他们的穿着，应该是小鬼吧？新来的就敢来大闹判官大人的回归宴，简直就是找死！严建章，我竟然没发现你这么不要脸，活着的时候不好好反省，现在死了在反省什么？青衣，你难道不记得我们小时候？小时候，我只记得那3年，你亲手把我送入大牢，让我受断臂之痛，让我死在了牢里。死了？我不得不感谢你，若不是你，我如何能得到传承，成为判官？如何拥有一个疼我、爱我的家庭？严青衣，你本判官说话，何时轮到你多嘴？你没事吧？娟儿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今日是青衣的回归宴，怎么会有几个小鬼前来捣乱？这几只小鬼是青衣人间的家人，青衣活着的时候就被他们百般摧残，没想到死了还这么缠着青衣。我去解决。哎，这种小事不用我们出手，估计青衣也不想让我们出手。是，母亲。这镇压的手段果真霸气，不愧是我们的女儿啊！哎，夫人，给青衣的惊喜准备好了吗？那是自然，想必青衣一定很想见到他。青衣，她是你妹妹啊！至于妹妹，有血缘关系的才能叫妹妹，一个小三生的女儿，也配成本判官的妹妹？严青衣，我们好歹是一家人，在一起住了那么多年，
今天在场这么多人，你凭什么平白无故的惩罚秀婉？倒是忘了你这个爸爸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若天生善良，自可安然投胎；可你若作恶多端，我自是不能容你。多子下拔舌地狱，破坏别人家庭下铁床地狱，第1层、第7层各待10万年。救我！父亲，活该，当小三的不得好死。还有那个男的出轨了吧？怎么办？他该不会对我动手吧？我才不要下地狱！严建成，他能救我。哥哥，你救救姐姐好不好？姐姐，你判了我妈妈，就不能再判我了吧？秀婉知道错了，你饶了我吧。姐姐，你要不让我爸爸替我下地狱吧？你留着我很有用的，我可以帮姐姐端茶倒水，帮姐姐捶腿。逆女，你想气死我不成？父亲，你已经死了，就算受惩罚也不会死的。你不会忍心看着秀婉受苦的吧？这就是你口中乖巧可爱、听话懂事的好女儿，如今可是要送你下地狱呢。我怎么有你这么一个逆女？哥哥，求求你，你帮我跟姐姐说说好不好？姐姐最在意你的想法了，只要你开口，她肯定会放过我的。求求你了，你最疼我了，对不对？若不是你，我们何至于此？若不是你，我们何至于此？他们好像是一家人，而且还跟判官大人有点关系。他们在狗咬狗，这种家人怎么可能跟判官大人有关系？我是判官大人的哥哥，严建正。我在人间更是督军，你们有什么资格嘲笑我？严建正，无论你在人间是什么身份，督军也好，皇帝也罢，在这里都是一样的。我的哥哥，他高大帅气，对我近乎执着的偏爱，他会把整个地府最好的东西都给我，而你不过就是个过客而已。他是地府严君，你根本不配与他相比。献试验之前，你明明知道那手镯是我母亲留给我的最后遗物，可是你还是把它送给了别人。在你们严家，我这个女儿甚至不如一些虚名。不是的，青衣，不是的，青衣，那不是也没办法吗？没办法？你告诉我什么叫没办法？打得好，这可是判官之力，打在任何一条鬼魂身上，那可是比千刀万剐还要难受啊！就应该这样，对付这种渣爹，就应该这么做。你们口中的没办法，就是要用我的牺牲来为你们换取利益。在你们眼里，我重要吗？不是这样的，青衣，不是这样的。你看见严秀婉穿我母亲衣服，你敢说你不知道？可你还是对她百般纵容，即便你知道了真相，还是纵容她这么做。是哥哥的错。哥哥，你也配？说得好。拜见明帝明后。妹妹，你做的不错，就算有错，那也不是你的错。青衣，这就是你的新家人吗？新家人，看来你搞错了一些事情。青衣不过转世10次，到了这一世，才能够算得上真正的功德圆满。本君父皇、母后等了他1000年，才等到他轮回转世结束。你们不过是这一世与我妹妹有着不深不浅的一个缘分过路人罢了。是，论身份论地位，我们比不上你现在的家人。但是青衣，
在这一世中，我们才是真正的血浓于水啊！血浓于水，就是你亲手把我送进大牢，还是你眼睁睁地看着我被人虐待致死？我不知道，我如果知道的话，你可以知道，是你不想知道。我对天发誓，我绝对不知道。你真当这里是人间？这里的每一个誓言都是作数的。那就让你死个明白。督军，急急忙忙做什么？不要影响我和秀婉的心情。督军，大小姐她……够了！如果是颜青衣的事情，就别再说了。他打碎了唐大小姐最喜欢的琉璃盏，只是让她进去反省罢了。但她毕竟是我颜建章的妹妹，不会有事的。可是，琉璃盏是秀婉小姐打碎的，不是青衣小姐。哥哥，我不知道的。少在这胡说八道，怎么可能是秀婉？就算是秀婉又如何？颜青衣从小皮糙肉厚的，死不了。行了，别来烦我。他真的是判官大人的哥哥吗？他明明知道事实，还依旧让判官大人顶锅，该上！颜建章，这就是你所说的，你不知道。你们人间的事情，本君父皇母后，本不愿意掺和，但你明明知道真相，却故意不承认。就算你死10000次，都不解本君的心头之恨。来人！慢着，妹妹，你难道还要原谅这个人渣吗？他们3个人跪在这里，看着回归宴结束，待宴会结束后再来惩罚他们。女儿说的对，君儿，就按照青衣所说的办吧。若不是因为我妹妹心地善良，我现在就想把你们剥皮取筋。哥哥，我们走吧。父亲送给你一份神秘大礼。哥哥，父亲母亲，你们给我的太多了。你先不要着急，你回头看看。妈，妈，夫人，妈，我好想你。青衣，是你吗？他们告诉我能见到你的时候，我都不敢相信。妈，太好了，以后我们再也不分开了。傻孩子，这里是地府呀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永远在这里。真的吗？当然。我真的可以一直和我女儿在一起吗？妈，这是我的哥哥颜君，这是我的父亲与母亲明帝和明后。你是青衣在人间最后一世的母亲，也是对她最好的。你要留下，没有人会有意见。看来青衣呀，对我们准备的惊喜很喜欢。谢谢父亲母亲，哥哥。好了，该继续回归宴了。各位亲朋都到了，不要让他们等太久。翠兰，翠兰，是我永丰，翠兰，救救我呀！你做的那些事情，我都知道了。你枉为人父，不配做我们青衣的父亲。妈，我是晋章啊，你帮我劝劝青衣，你帮我劝劝他，他不肯原谅我们了。你为了小三的女儿，百般针对青衣，你别叫我妈，我不配。为什么？
为什么会这样？我才是青衣的哥哥。哥哥，我改变主意了，我现在不想再看见他们了，我想让他们马上消失。不，青衣，你不能这么做，我是你哥哥，你不能这么绝情。青衣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翠兰，也到我们夫妻的份上，你帮我救救青衣吧。哥哥，救救我！我不想下地狱，姐姐，我错了，求求你，我错了。要怪就怪你作恶多端，自寻死路，自讨苦吃。好了，现在没有碍眼的人了。颜青衣是我的妹妹，她经历了10世轮回，历经千辛万苦，回到地府。从今天开始，她就是地府判官，执掌3界。这是我父亲、母亲为你准备的最后一个礼物，带上它，你就是3界之主。女儿啊，这掌管3界的感觉如何呀？母亲，就是事务有些繁忙。在其位谋其职嘛。不过有你哥哥能辅佐你，就这一点，我跟你母亲也就放心了。妹妹快看，妹妹快看，青衣，这是今年最早的彼岸花，送给你。